现在我给房书燕读一本书，叫做《沙粒变珍珠》。哎呀，蚌很胆小，谁是蚌啊？在这里从不惹是生非，它生活在海底，周围稍微有点动静就害怕得不得了。那他是谁？鲨鱼。好了，那他水母可不可以听我读了？水母哥蜇人，蜇人可不可以听我读了？他用哪个蜇？它用身上的刺可不可以听我读了？他的刺在没画出来。他用这个小小的这个吗？蚌很胆小，从不惹是生非，它生活在海底，周围稍微有点动静就害怕得不得了。鲨鱼冲过来了，蚌吓得躲在一边；螃蟹爬过来了，蚌吓得闪到一旁；就连小海龟慢吞吞地游过来，蚌也会躲进旁边的水草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甚至连平时走路，它也是小心翼翼的。虽然蚌十分胆小，但它却有着坚硬的外壳，连凶猛的鲨鱼也拿它没有办法。知道它是个胆小的蚌之后，鱼儿们便不再招惹它，让它安静地躺在海底。小海龟还和它做了朋友，时常停下来和它聊天。时间长了，蚌时常觉得自己有些孤单。这天，蚌慢慢挪动着身体，张开它那像扇子一样的外壳，想活动活动。海水缓缓地流进蚌的身体，又缓缓地流了出去。蚌觉得无比惬意。突然，一个小东西随着海水流进了它的身体，轻轻地撞了一下它柔软的肚子。蚌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合上了外壳。蚌觉得有些难受，仔细一看，发现流进它身体里的是一颗小小的沙粒。小沙粒，快出去，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。蚌又张开外壳，想让海水把小沙粒冲走。海水缓缓地流进蚌的身体，又缓缓地流了出去。可小沙粒没有被冲走，好像粘在了它的身体上。蚌又使劲蠕动着自己的身体，浑身的肉都在收缩颤动，想把小沙粒从身上挤掉。可小沙粒还是赖着不走。蚌使尽浑身解数，尝试了各种办法，想把小沙粒挤出去。可是那颗小沙粒像是嵌入了蚌那柔软的肉中，怎么也挤不出去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你也不能老待在我的身体里呀。看着那颗怎么也挤不出去的小沙粒，蚌犯了愁。算了，既然挤不出去，那你就生活在这里吧。于是蚌和身体里的那颗小沙粒每天一起待在海底，静静地看着周围的鱼儿游来游去，愉快地跟周围的水草玩玩游戏，偶尔还跟游到这里的小海龟聊聊天儿。小海龟给它带来了海洋世界的
最新消息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走到哪里，身体里的那颗小沙粒都永远安静地陪伴着自己。时间久了，蚌开始觉得没那么孤单了。慢慢的，小沙粒长进了蚌的肉里，成了蚌身体的一部分。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蚌都将小沙粒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像抱着自己最亲爱的朋友。海水缓缓地流进蚌的身体，又缓缓地流出去。小沙粒始终没有被海水冲走。现在的蚌已经舍不得把小沙粒挤出去了。有一天，小海龟来找蚌玩，不小心用前爪碰了一下小沙粒，吓得蚌赶紧把外壳合上，生怕把小沙粒碰掉。结果他把小海龟的前爪夹痛了，小海龟生气地走了，再也没有找蚌玩过。这下小沙粒成了蚌唯一的朋友了。唯一了，只有一个。蚌特别喜欢小沙粒，它每天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颗小沙粒，生怕有谁会碰掉小沙粒。蚌到海草丛中去玩，会把小沙粒紧紧地抱在怀里，生怕小沙粒不小心被海草蹭掉。螃蟹张牙舞爪地游过来，蚌会赶紧把自己的外壳紧紧闭上，生怕螃蟹那大大的螯会碰掉了小沙粒。就连一条小小的小丑鱼慢慢地游过来，蚌也会紧张地连忙躲避。它好怕这个长在自己身体里的朋友会被别人带走。虽然那颗小沙粒偶尔会硌得自己有些疼，可是有朋友始终陪着自己，总好过自己孤孤单单的呀。蚌想，每天蚌都会从自己的身体里分泌出一些亮晶晶的物质，精心包裹着小沙粒。小沙粒在蚌的精心照顾下，个头越来越大。天长日久，它已经不再是那颗灰不溜丢的丑陋的小沙粒了，而是越长越光滑，越长越圆润，最终变成了一颗硕大的珍珠。小朋友们，为什么蚌身体里的小沙粒会变成一颗硕大的珍珠呢？来，我来告诉你。蚌生活在海底或河底，当外界的小沙粒或小虫子等异物进入它的体内时，蚌会感觉非常不舒服。为了减轻刺激，蚌的身体会分泌出一种叫做珍珠质的东西，把小沙粒或小虫子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。经过几年时间，这些小沙粒或小虫子就会变成晶莹剔透的珍珠了。所以蚌就像妈妈一样，通过分泌珍珠质，把小沙粒孕育成美丽的珍珠。珍珠可分为天然珍珠和人工珍珠。天然珍珠内部包裹的细小异物是随水流进入蚌体内的，这些异物大小不一，形状不同，所以这类珍珠的形状不规则，大小也不一致。比较常见的是球形和梨形。人工珍珠内
包裹的细小异物是人为放进蚌体内的，所以形状比较单一，通常是规则的球形。好，